小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小我，嗯小我到底是什么？嗯，小我是谁啊？就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他的我。小我在佛教里面没有叫做小我，嗯在佛教里面称为我执，就然后我执是佛教把意识分为8个部分，视觉的意识就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体，还有意就是我们的想法，但是前面6识，然后第7识叫做莫那识，莫那识就是小我的意思，就是我执。那第八意识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阿卡西记录。所以佛教把小我当成意识的一种。那在比较原始的佛教里面，其实是没有莫那识的，也就是没有把小我区分为一个意识。那第8意识就是我们对世界所有的认知这些东西。那小我只是对世界的认知的一部分。那把这个部分划分出来，变成一个小我，变成一个我执，单独的一个意识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小我本身，它其实对于佛教来说，它是不存在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但是探讨意识的时候，发现，我们认为有一个我，这些信念呢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把它特别提出来，当成一个意识的主体，然后称为莫那识。那也就是说，小我其实对于佛教来讲，原本是不存在的。那后来才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的重要性，而把它列为一个意识。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其实也是一样。原本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。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，想说有一个什么我啊什么。但是父母亲就会告诉我们，你是谁谁谁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要吃啊，你不能什么啊。然后开始一直觉得，原来我跟外面是不同的，我是一个单独的东西。那外界的世界就是外界的世界，然后我是我。那变成我们就会把这个一些信念当成是一个我，就这些信念包括身体啊，然后包括我的情绪啊，我的个性啊，我的想法这些东西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我。那这些东西原本每一样拆开，我们都会发现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工具，身体是我们的工具，我们用来行动的工具。那想法就是思考，脑袋也是我们用来在这个世界运作的一个工具。那我的个性什么这些东西，其实是一些信念所组合出来的。那这些随时都可以变的，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组合出来，变成把一些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东西组合成一个东西，叫做我这样。然后原本这样组合出来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方便我们跟外界区隔开来。右边有一个我的主体，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外界。那这样区隔开来的时候，产生的我跟他的区别的时候，进而可以让我们去体会这个世界。当我们没有跟世界区隔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去体会这个世界，因为没有一种彼此的感觉。我是一个体会世界的一个方便的工具。那原本这个工具是我们在操作的，但是后来很快的，他就把这个主控权给抓在手里了。然后因为他会在脑袋有一些声音，然后他说现在怎么样，我应该怎样怎样，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他开始下命令，然后我们就去运作，就去做，然后变成他是我们这个整个人的一个主控。由他来操控这个舵，然后变成我们的生活就被小我所控制了。只要脑袋有什么声音，然后我们就照着做，那就变成这样。那原本它是我们的工具，变成我变成主导权，变成他掌握了，然后变成我们是他的工具了。那小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以至于他操控这个身体，操控我们的想法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产生很多问题，很多让我们自己不舒服的地方。因为它的运作是很死板的。他用一些固有的信念，然后来运作这个生命，然后导致生命都活在一种虚假的信念里面，然后一直搅和。小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那怎么溶解掉小我啊？怎么溶解掉小我？其实不需要溶解掉小我。小我它既然是我们的一个工具，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工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它有点像就变成我们在这游戏里面的人物一样。那人物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来探索游戏。那但是这主控权我们就必须把它抓回来。
也就是说，他告诉我们往东，我们不一定往东；告诉我们往西，我们不一定往西。就是所有决定权是在于我们，而不是在于他。然后，当我们不要想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停止，也可以让他不要一直说话。那这样子，他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了。那怎么样让他不说话？就是让他觉得他说话说再多也没有用。就是我们只看着他在那边一直讲，他其实会在我们脑袋一直说话，一直说，但是我们都不理他。这时候他说再多也没有用，慢慢他就不说了，因为没有人会说一直讲，然后对方都没有反应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一段时间你都不理他之后，他自然就会停止，而说不下去了。对啊，小火也是这样，就是当我们理他，然后还顺应他，还延伸他的时候，他才会一直废话。当我们都不理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发现，哎，好像讲也没有用，那他就会不讲。当不讲的时候，我们生命的主导权就开始抓在手里了。我们可以选择要想还是不想。照理说，我们想事情是脑袋是一个工具嘛。我们有需要想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才去想；没有需要的时候，其实不应该有声音。但是每个人的脑袋变成从早到晚都是有声音的，他会一直讲。那这个就是小我的作用，他会一直叫你啊，那个不应该这样啊，那个应该这样啊，昨天那个怎样啊，他会一直驱使你去控制你，去操作你。当我们不理他，然后慢慢他安静了，这时候我们就真正能主导生命的这个自由。小我是这样，但是小我其实他要如何？当我们不理他的时候，他会反抗，他会有很多挣扎的这个时候，他会用他的话术去说服我们动摇，去行动。这时候小我是非常狡猾的。他会用一些东西来包装他自己，然后去告诉你应该怎样。就即使是灵性的讯息啊，都会被小我包装，然后变成他来使用。原本灵性的讯息是让人家把小我放下来，但是小我会把它包装化之后，变成他自己的工具。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说灵性我慢的这个部分，这也是小我他会包装自己，然后变为他的用途。所有灵性所开发的，不管是功能还是一些体会，他会把它包装成他的成就，而不是我们的体会。我体会就很单纯是体会，比如说我喝了一杯咖啡，这杯咖啡有点酸，带有一点苦，但是很香，这个就是我的体会。但是小我他就不会把这个体会当成只是一种自然体会，他把它包装成是他的。我非常的有品味，所以我喝出这杯咖啡是怎样的感觉，是因为我有品味，我非常能够品尝咖啡的美味，我有很细致的这种判断力，很细致的这种新鉴赏能力，是因为我很棒。可是之前不是说老灵魂就是比较有品味的吗？有品味是他对于世界的一个所有细致度能够辨认，但是这个不是小我的成就。这是因为长时间灵魂这么久的在世界的观察，而导致观察能够在很细微的方面都能够觉察到，而不是小我的成就。但是小我就把它变成是他的功劳，他的成就。对。其实一切的东西都是很自然的。就我喝一杯咖啡，或者我体会到能量，体会到气，体会到我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，什么，就算有这些功能，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，而不是我的功劳或者我的成就。那小我就把它抓住，哇，我现在好厉害，我大概已经可以当大师了，我开悟了，我好强，我最棒了。所有东西都被他抓在他手里，然后认为是他的成就，然后来蒙骗我们真正的意识。可是这会不会反过来啊？就是我们只是分享我们喝咖啡，但是别人就说你自以为是哦，自以为很厉害哦，自以为很有品味哦。当然有可能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我们明明在分享这杯咖啡如何，但是会变成说别人就会看你在喝咖啡，自以为很有品味哦。这个就是说到小我的其中一个功能，小我其实是不存在的。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不存在，它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它必须要用很多的标签来贴它自己，才能把它自己贴出来。其实有点像一个空心的花瓶，然后整个花瓶是用一块一块拼图去贴出来的。那当我们没那些拼图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那个花瓶，是空的，没有东西。但是我们用一块拼图就一直贴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有那个花瓶。那小我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那需要用很多的标签去把它自己建构出来。那每一个标签都是怎么去建构出来？常常是基于比较，就是我比你好，我比你强，我比你强大。当你小我一个人的小我跟另外一个人的小我去对到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，
你不可能比我好，你比我好，我就一定要打败你，我一定要证明你没有比我好啊，这时候我才能彰显我自己。所以他必须要彰显自己，然后他就会去批判，然后去说对方其实并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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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就是会说对方，你假的，你根本就不会喝咖啡，你只是看了几本咖啡的书，然后你就说你是咖啡专家，自以为很会喝，就看别人喝咖啡就说你自以为你很会喝咖啡哦，自以为自认为是咖啡专家。对啊，但人家只是分享喝咖啡。喝了有什么感觉，就很单纯但是小我他可能就会反击，因为你其实是假的，你根本就不会喝，你是看书来的。但其实对方只是在分享他喝了有什么感觉，这么单纯。这就很好分辨，这就是小我的其中一个现象。如果你想要养生的话，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出发点啊，还是出发点，还是出发点。可是有些人没有想要养生啊，就觉得没差，我就是想要批判批评啊，就是想要尖酸刻薄啊。就是想要觉得很好玩啊。他有没有想过一点，就是其实他在维护他自己或者在批判的那些想法，其实并不是他。他也是被操控的，他被他脑袋的声音操控了。我们要说的是，每一个人其实，在还没有解脱之前，我们都会被我们的脑袋声音所控制。还是只是说每个人玩的东西不同，他可能就很喜欢玩批判，很喜欢玩攻击别人。那我们可能就喜欢玩例如环游世界啊，玩游乐器材啊，只是玩的东西不同。谁在玩？就是那个玩家。玩家不是脑袋的那些声音，脑袋的声音告诉他要去批判别人，那其实他是被他脑袋声音玩了，而不是他在玩这个游戏，这个就有很大的分别。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自由，不自由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被我们的脑袋的声音去驱使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痛苦，常常会有焦虑，常常会有不开心。可是我们要玩环游世界，那也是脑袋的声音啊。脑袋是被我们所用的，而不是我们听它的。我们可以用脑袋思考说，哪一个国家现在比较凉快，那我们去比较舒服的国家玩，这个就是思考，而不是我们被它控制说，其实我们玩要看现在应该怎样，他会说出一大堆道理。那些东西搞不好就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不是被我们所用的，而是他一直要灌输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。这个你说这个有差别哦，就是一个是使用我们的脑袋，一个是被我们的脑袋用。对呀，我们被脑袋用去了。那很多人没办法分辨吧？其实不用分辨啊，脑袋的声音全部都是小我啊。就是小我是左脑嘛？左脑只是小我的一个工具。对啊，就小我主要是用左脑的啦。没错啊，小我主要是用左脑的。小我就是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我，并且这个我跟世界是分开的，然后我跟别人是分开的，然后就开始有了我对世界有什么看法，然后什么东西对我是有利，什么东西是对我不利的，那就会产生好与坏的一种批判或者接受，要跟不要等等，这些都会雪花一样滚出来。那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说，为什么不能批判？为什么不能讽刺？为什么不能怎样？我们都有言论自由啊，言论自由，除非是什么高压专制的政府才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批判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尖酸刻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对可能政府不满，对社会不满啊，可能有一些政治人物，他们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我们就是要勇敢说出来啊！为什么不能说出来？只有高压专制的政府才不允许人民有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发言啊！其实刚刚一直讲到现在，整个所有的说法都是基于一个小我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，然后去说的一些话。其实小我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要素，就是小我不能够不存在。小我他其实无时无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因为它是空的，它原本就没有内容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叫做我。然后我们必须要用很多标签去贴出那个我。刚刚这么多言论其实都在包装我啊，都是在说我为什么不能怎样啊？其实我怎样啊？如果不是这样啊，不就压迫到我？然后全部都是去维护这个小我而已。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种行为也是没有问题啊，都是一种自由。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？第一个是，如果你一直去滋养这个小我，其实你灵性并不会产生很大的提升。然后你又却说我在提升灵性，这样其实是我要扬升啊，我要提升啊。其实你只是在想办法去巩固这个自我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二点就是，如果凡事都用批判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话，你丢出来这些其实是负面的讯号，负面的信念。那负面的信念你就以负面的情境回到自己身上，那这个其实没有人要，就是没有人要啊，没有人喜欢把负面的东西
回馈到自己身上。我们每一分每秒，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？我们自己要清清楚楚，我们丢出去的是爱，还是负面的讯号，还是攻击，还是诽谤，还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它负面就是负面，丢出负面就回来负面。当负面回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一定不舒服的。那我们是可以告诉他说，其实他这些丢出去的念头，其实不会让他自己舒服。那只是这样。另外一个，他一直去用很多的事情去巩固自己的自我，保护自己的自我，其实对他灵性的提升并没有任何的帮助。小我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工具，没有小我，我们很难体会世界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。就像玩游戏一定要有一个人物，你没那个人物，你很难去玩这个游戏。那有了这个人物，就方便我们利用这个人物跟游戏场景啊，跟别人啊的一些对比，然后来可以产生一些体会，然后来玩这个游戏。所以小我本身不是一个罪恶，它不是一个问题，它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。就像游戏里面的人物，它绝对不是一个问题，它是我们使用的工具。但是当我们被这个工具操纵，然后变成工具才是我们我们的意识被它拉着走，那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情况，而且会让自己很不舒服，很不自由，而且对世界的体验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。所以我们灵性要提升，必须要从对小我控制这种情况解放出来。对啊，你可以有小我嘛，就是你可以建立你的一个角色啊，你可以建立一个我，你可以说我的名字叫巧巧，我很喜欢巧巧这个名字，墨子，然后我很喜欢吃西瓜，我想要去环游世界，我想要看书，我想要干嘛干嘛，我想要当美发师。那我的个性很活泼开朗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，是自己选择了我要什么，这个角色他有什么特性，他喜欢什么，他想去哪里。都是玩家自己选择的，而不是被我们的脑袋，然后一些声音告诉我们，我要怎样，我要怎样，我要选择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觉得，脑袋说的有道理啊，听他的，然后就完全被他操控了。这个差别在哪？一个也是我要，一个也是我。有时候我们不用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就是当我们观察着一切现象，我们观察这个我在运作，也观察着世界在变化，那这个我升起了一个想法。他升起了一个想法我想要做什么？那这时候真正的你可以做一个决定，要听他的或不听他。今天我想吃牛排，那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。真正的选择权、控制权是在你的那个观察，也就是玩家，而不是那个脑袋。当你如果被脑袋控制，就会变成这样。今天我想要吃牛排。然后你就开始延伸，然后要去哪里吃呢？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延伸，我摸摸口袋，今天口袋有多少钱？然后想去哪里吃？好像又不能吃，然后就一大堆想法，然后就在脑袋里面一直转。其实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。如果是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今天想吃牛排，你要，然后你想说好，然后就去吃就结束了，没有很多的这些一直在那边转的事情。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，每一分每秒我们都可以用观察的角度去听听看我们的自我，他提出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并且可以接受要或不要，走或不走，做或不做，我们在主宰，而不是那脑袋。当他说我今天很想吃牛排，你也可以说不要啊，你也可以不去。平常以前的所有的大家就是在脱离这个小我前，我们会100%都是听小我的命令。但是你只从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，然后并且跳出小我的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其实你很多事情你可以要或者不要，那个主控权就是你，然后可以并且在你不需要想事情的时候，它能够安静下来，就是这样子。小我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，但是慢慢我们在以后再慢慢继续来讨论。你为什么不讲？因为我们在讲很多其他主题的时候，也会碰触到小我，我们在利用那些主题，然后来探讨小我这个部分。因为小我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，其实它复杂也很单纯，它就是一个用标签贴出来的空的东西，它并不是真实存在。小我一定要比对，比对是一个最基本的。就像之前我有说过，我们如果在一个大自然里面，然后也没有人，这时候我们的小我能够存在吗？它就不能够存在。小我对这种自己不能够存在的状态，其实是很反抗的。所以你在一个没有办法有小我存在的环境里面，然后你会待不久，因为他会一直念，他说好无聊真无聊，打电话给那个谁出来喝2杯，然后打电话给那个谁出来聊聊天，然后没有人可以找的时候，赶快上线上游戏跟人家那个副本怎样，然后怎么就开始跟人家聊，然后他必须要比对，
就是你没有办法比，这个时候他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弱，他就想赶快找到可以证明他自己存在的事物。所以我们在大自然里面，我们其实小我其实没有作用，那这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小我的，但是他会很快的就会去想办法将你脱离那个状态，赶快去建立它的存在。小我今天就谈到这边，以后我们会讲到不同的主题的时候，其实都会牵涉到小我，这时候我们再把那个部分单独拿来讲。OK， OK，拜拜，拜拜。